欢迎来到谣言净化器。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鉴别北美微信群假消息。许多中文公众号借着语言壁垒和华人更倾向于阅读中文的便利，肆意传播假信息。相信大家都有感受，一篇标题耸动的文章可以轻松成为过10万阅读量的爆款文，并在多个微信群中快速传播。这些信息碎片乍看危害不大，不就是一两条谣言吗？不看就是了。但很多人忽略了这些假消息形成的潜移默化的威力，对特定人群、地点构成刻板印象，从而影响我们思考和辩证看待社会议题的角度。当这种情况变多了，这样的人群增加了，会造成的后果不言而喻，群众所持的观点越来越两极，我们身处的社会越来越分裂。今天咱们就手把手教你识破谣言的几个经典花招，稳准狠地辨别这些话术。第一招，散播恐慌。常见指数5颗星，识别容易度2颗星。打开营销号和北美微信群，经常会出现一些吓死人的消息。鉴于美国确实有枪击和其他暴力事件，时常并不是很好识别，保守派也会精心制造一些看了让人觉得明天美国就要遍地死人的说辞。这些恐慌消息也非常有套路，咱们总结为极端3步走。第一步，先输出结论，铺垫恐慌。第二步，给原事件增加不实细节，显得真实，恐慌升级。第三步，用中国毫不相关的熟悉事例类比，爆炸恐慌。根据拜登允许跨性别者参军这一新闻，咱们来用上面几步借题发挥，现场给大家编造成一段恐慌新闻。变性人涌入部队，不男不女，占用纳税人钱。这是第一步，结论恐慌铺垫好。拜登最近修改法案，他是招纳变性人，添加了不真实细节，顺便侮辱拜登。不男不女就是变相军机，为了削弱美的实力。这是第二步，增加更多细节词，恐慌升级。拜登还浪费纳税人钱进行变性手术，腐败浪费官场作风。这是第三步，以偏概全，爆炸恐慌。用华人熟悉的问题类比，只要你下次看见这种模板，基本上就能判断是极端3步走恐慌言论。恐慌言论有效运用了基本的心理学，无非是大家都想趋利避害，保护自己。上网一定要尽量保持冷静，识别虚假的恐慌信息，多思考，让正常思考取代原始的自我保护本能。第二招，打稻草人。常见指数5颗星，识别容易度1颗星。打稻草人用大白话说就是无中生有和虚张声势，通过创造假想敌，然后再暴打空气，吸引整个社会注意力。打稻草人的目的是分散注意力，这样真正该关心的问题被忽视。稻草人是什么不重要，小问题往大了吹，没问题找问题。稻草人往往定义模糊，越模糊就越吓人，就足够让人对一切心生恐惧，而恐惧能直接导致失去理智的行为。只要你能识别一个新词很模糊，来回绕着说，讲了半天没有理论支持，没有实际证据，那就8成是稻草人。比如说，在加州最成功的稻草人就是打砸抢950刀以下不会被惩罚。当年加州政府是为了减轻财务负担，采取了重罪轻罪化。此举后，加州定罪线依然比德州重得多。但在很多微信群被谣传为危害加州治安的罪魁祸首，早就在美国1930年，打砸抢曾大规模出现过。大家猜猜当时美国什么时期？经济大萧条。在1930年代，打砸抢很常见，在1940年代尤其盛行，但随着店主们开始加固窗户或安装围栏，20世纪50年代，强行进入商店的做法是使用汽车和抓钩将窗户上的栅栏拉下来。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商品入侵美国又出现过一次。美国每一次不太平背后的原因都复杂，贫富悬殊加剧，时代伤痛，所以竖起打砸抢950刀这个稻草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每次看到这种把因果关系搞得太简单的说辞，不妨问自己2个问题。第一步，这个问题真的存在还是稻草人？第二步，这个问题真的那么可怕吗？危害到很多人吗？再举一个例子，最近批判性种族理论 Critical Race Theory 又被简称为 CRT， 批判性种族理论进入中小学，引发了最多关注。全美一众保守派发言人假扮成家长，声称自己是 CRT 受害者，集中火力吓唬华人和白人家长。那么咱们用刚刚的2个问题来练习一下。第一， CRT 是否存在？是的， CRT 存在，但它是大学种族理论研究的选修课，如同高级有机化学、流体力学一样，很复杂。
根本不可能进入中小学课堂。那这些谣言所称的中小学里的 CRT 究竟是什么？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拿得出证据。他们又成功树立了稻草人。第二， CRT 真的可怕吗？如何在荼毒美国下一代？我信你个鬼！都不存在，谈何危害？纯粹是子虚乌有，为了引起家长的恐慌。总结，打稻草人的逻辑是，与其粉饰社会问题，不如捏造恐慌。只要有足够多的无效信息干扰民众，大家就不会去关注美国实际的社会问题。信息是看不完的，但民众注意力是有限的，不想思考的时候，稻草人就像焦虑时刻的救命稻草。第三招，单方论证。常见指数5颗星，识别容易度3颗星。单方论证在社交媒体里最常见，通俗而言就是隐瞒证据。这个词在英文里非常生动，采樱桃 cherry picking 指的是挑水果的时候专门挑好的，挑完给大家看，于是大家误以为所有水果都是好的。单方论证精妙创造了一个假象，不全面的事实依然是事实。单方论证这个花招对于华人来说效果并不好。东亚哲学智慧里讲究阴阳相乘，从不非黑即白。大多人都明白要多看多听，追随消息源头，和不同背景、年龄和教育水平的人交流，就相对能得到一个客观的结论。比如，今年比较火的一个说辞是，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 正在腐蚀美国。我们尝试对应举例，禁止取消国脚，国脚不合理，然后用单方论证的招数去证明这个观点。那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取消文化泛滥害人了，白左兴风作浪，要取消国脚，就为了政治正确。它不仅毁掉了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文化，这更是挑战了女性身体自由。国脚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取消国脚就是歧视华人，这就是新的排华法案。单方论证话术非常百搭，哪里都能用，魅力无穷，不需要仔细看都觉得很生气。但你只要稍微问自己一下，取消国脚100%是坏事吗？不是100%，那你就能马上识破这个花招。我们可以类比判断一下，堕胎是100%不合理的吗？鼓励仇恨言论是100%合理的吗？黑人是100%罪魁祸首吗？白人是100%我们的榜样吗？单方论证经常结合打稻草人，普通读者辨别和思考都需要一定时间。只要记住凡事无绝对，千万不能非黑即白，你就不会被骗。第四招，偷换主语。常见指数4颗星，识别容易度1颗星。偷换主语 whataboutism 源自苏联在冷战时期对欧美的一种政治宣传技巧。当外界问最近苏联的环境问题如何了，苏联外交官喜欢用一个万能句式回应对方，那欧美的某某事务如何了呢？偷换主语最大的作用就是分散注意力，比如一些问题根本就没有关系，他们通过那华人呢，那共和党呢，来合理化问题，大家都有，那就不是问题，却对解决方式避而不谈。运用偷换主语最熟练的当属美国前总统川普。每当他说到美国国内问题的时候，他不会直面问题，而是会提到那民主党呢，那他国呢，拿着那税人给的工资，不解决国家大事，直接摆烂。面对偷换主语的花招，大家只要记住，别因为他们忙着谈论主张就忽略背后逻辑。任何政客如果对错误和差劲的政策避而不谈，就是不负责任。下次大家遇到 what about 的招数，不妨反问一下，你说的 B 是 B 的问题，和我说的 A 的问题有什么关系？第五招，精神控制。常见指数5颗星，识别容易度1颗星。我们中文观众都比较熟悉 PUA， 原意是 Pick Up Artists， 是指一群专门学习如何在恋爱中进行精神控制的人。后来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被引申为精神控制，英文中用煤气灯效应 gaslighting 表达相同意思。在美国，政客频繁用煤气灯效应让选民发生认知失调，长期苦苦求生、历经磨难的移民群体急需情感慰藉，带着精神控制目的的政治宣传就容易趁虚而入。比如前总统川普依然在计划着重返政治舞台，按理来说他曾把新冠叫成中国病毒，针对华人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用打稻草人的招数把新冠的罪魁祸首说成亚裔。作为华人，因为他的话更容易成为仇恨犯罪的目标，更担心被攻击。但是依然有非常多华人川粉就像那种恋爱中被 PUA 的人一样，一边对这些伤害视而不见，然后一边说，你们不懂川普的好，我还爱着他支持他，选上他以后肯定会对我好。
不得不说，PUA 一代移民的确是最容易的。曾有164名共和党国会议员投票反对谴责新冠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华人保守派明知道不合理，但是拼命找借口说服自己这是合理的。甚至到了今天，还有的人说亚裔仇恨不存在。极端保守和被 PUA 走不出来的受害者很多表现一模一样，自己被 PUA 了也就算了，还要继续 PUA 清醒的人，摆脱精神控制不简单，一定要小心 PUA 的套路。第6招，贼喊抓贼，常见指数4颗星，识别容易度2颗星。假装受害者很好理解，就是明明社会上没有人真的压迫他，但他一定要喊冤并觉得自己委屈，这在美国年轻人和白人保守派中间太常见了，在华人里也被一部分极端人士和极端基督教徒学去了。举个例子，美国1/6的女性都是性暴力受害者，但每当大家说反对性侵、反对性骚扰，还总有一些对号入座的男性表示自己被污蔑了、被压迫了，甚至还要声讨受害者是挑拨性别矛盾、危害社会治安。于是关爱女性、停止暴力的讨论变成了我们男性真的好无辜好无辜啊。再比如2021年川普支持者曾包围国会山，出发点是我要夺回我们的国家，可是美国从什么时候不是这些白人男子的国家？这一点显然也煽动了很多一代华人移民，很多同胞得了白人带入症病急乱投医。那华人在美国没有委屈吗？当然有了，华人一直都是美国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但是醒过来就意味着要面对极其棘手的难题，学习美国华人历史，真正采取有效行动，这些显然更难。第7招，投射埋怨，常见指数4颗星，识别容易度1颗星。投射 projection 在心理学研究中很常见，指的是一个人不直面情绪，反而把不良经历投射到其他事情上，变成埋怨。这一点在政治生活中特别常见，比如似乎相当多的美国2代亚裔，他们因为身份认同问题，不责备种族主义，而是选择责怪八竿子打不着的亚洲。当他们提到身份问题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说亚洲很落后。一个没有去过亚洲的人，怎么会莫名其妙提到亚洲，对别人说亚洲落后呢？而且他们中很多非常排外，尤其排斥一代移民，很多人憎恨父母。这很明显是亚裔把自己的身份不安全感投射到亚洲核心移民上，投射就如同狗咬自己的尾巴，外人看着荒唐，狗却乐此不疲，原地一直打转，一会生气一会兴奋，但是一步都没有往前走。有些在美国移民很多年的一代移民也是一个样子，在美国生活了20年了，还非要责备自己祖国出身，在疫情期间高呼中国病毒和武汉病毒的也大有人在。我们先不说新冠疫情对武汉人造成的创伤有多大，把一个病毒加上武汉天天到处转发，这种行为本身就很糟糕。当时整个共和党在白宫带头不戴口罩，将疫情政治化，将全美人民的安稳当作儿戏，一致将矛盾投射到亚洲，却忽略了美国如此明确的种族定性。亚裔到今天还在全世界各地遭受种族主义攻击。最后我们想提醒大家，不管什么政治坐标的野心家，肯定都会采取上面这7招，引发不安，让被煽动的普通民众感到自己无能挫败，只能依靠青天大老爷做主，绝对变成最原始最有效收拢人心的方式。相信知识，相信真相，小心 PUA， 警惕偷换主语，拒绝恐慌，识别贼喊捉贼的假受害者，鉴别假信息的口诀要牢记。感谢收看，喜欢这期节目的大家请不要吝啬为我们点赞并订阅频道，未来还会有更多精彩节目，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